没人跟来。给我看看。鸟语花开穿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ye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倾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痛吗？不疼。这么大道口子还说不疼？没事，这一点小伤真不疼的。齐天磊，被人欺负说不疼，被人打也说不疼，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？你在我面前不要装啊！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要不是我家娘子武艺高强，我早就被劈成几十瓣了。别哭了，就知道逗我，就知道笑嘻嘻。公子是为了救老尼才受伤的，老尼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。师太不必。师太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师太，虽然你躲入白雀庵中削发为尼，但也阻止不了那群人的杀心。你的行踪现在已经暴露，他们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啊，师太，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。要不，您就跟我们回林州去吧，去揭发柯世昭的恶行，替您儿子报仇。好，若不是二位救了老尼的命，老尼也无法知晓二位的为人和真心。你们是好人，我就不再遮遮掩掩了。柯世昭那个恶贼，为了夺得几家药铺，把我儿诓骗去，下毒害死。现如今，他还想要了我这瞎眼老尼的命。师太，不瞒您说，我的2位亲生哥哥也可能是被柯世昭给害死的。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证据，为我的至亲至爱之人报仇。杀你儿子的恶人，那也是我的仇人。是啊，师太，我们一起为枉死之人报仇雪恨。我这老尼留着一条命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我儿沉冤昭雪。要不然，我这条命就随他去了。只是苦于深渊无门呐。我们可以帮您，但我需要您去做个人证，把您这些年所见所闻，把您儿子被害死的经历，通通告诉老太君，让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险恶为人，老太君便会为您做主，为您的儿子报仇雪恨。好，只要能为我儿讨回公道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如今的当务之急，就是咱们速速回到林州去。可我刚才查看了一下，下山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，你又受了伤，硬闯肯定不行。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师太，那一车臭臭的东西，装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小师傅们将夜香存放到此处，等夜香车满了，夜香郎就会把它送到白雀庵的菜园子里。有法子了，天磊，这夜香郎就由你来当了。师太，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好戏，不知道您的眼睛是否方便？老太婆虽然眼瞎，但是听觉和触觉都还灵光，我这平时行动没什么障碍。那便好，眼下就差一身法袍了。这好办，顺着这草棚往东走半里，有一口古井，我们常在那里洗法袍，小师傅们都把衣服晾在那儿。那我去接一身。哎，我同你一起去。
你都受伤了，乖乖待在这儿，我马上回来。我打不过，还跑不过吗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守了一晚上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你还睡？其他陆兄弟会不会已经把他逮住了？能吗？哎呦，这么臭啊！你放屁了？放你娘的狗屁！哎，站住！干嘛呢？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我们是把叶香送到园子里浇菜的。臭死了，呛得我眼睛都疼！快走！等等，你们到叶香？确实是到叶香的。这太臭了！你这小徒弟怎么这么干啥？干啥？快走，快走！滚！走！哎呀，你快点儿！太小偷了，这个大清早的，跪起来！恶心死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大叔，您知道白雀庵往哪走吗？白雀庵，不知道。多谢。哎，请问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吗？白雀庵呀，你们顺着这条山路啊一直走，再向东行，半山腰上就是了。多谢。不用谢。走。打扰二位，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？大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有看见。 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？多谢。没见过。多谢。难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？应该不会。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，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，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，我要当大侠。木剑给我，小偷，你可要小心了。现在我换了身份，当大侠了。嘿，对呀，换身份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想到什么了？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，为保性命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，不再是乞丐。不再是乞丐。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，那只剩……我明白了。哎，小师太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？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？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。多谢。
你啊，多吃点这野菜啊。如何？打听到了，师傅法号陆玄，去年刚到暗中来剃度，在此之前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。那就8九不离十了，就是他。走。打扰二位师太，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，想讨一口斋饭，不知可否应允？啊，2位施主，快快请坐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。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，开支越来越大。为了节俭，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。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，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，倒也颇为有趣。2位贵客，尝个鲜吧。好。没想到这区区野菜，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。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。来，再点菜啊，再吃点这个。来，给。2位师太感情很好啊。啊，住持师太慈悲为怀，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你且出去看看，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？是。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，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？都是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这说来也巧，我们夫妻2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，去年家中遭遇横祸，不得不离开了家乡。在离开江州之前呢，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。得知我们夫妻2人要来江州之后，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，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。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。善哉善哉，天下受苦的人太多了，愿佛祖保佑庇护。看着2位不像本地人吧？晚辈姓齐，林州人，家中排行第3。姓齐。师太，我们知道，您就是当年瞎了眼睛的老太太。我夫君是齐家3公子，这一次特地来江州，就是来寻您的。残害您儿子的人，在江州横行霸道，在齐家也作恶多端。我们想告发他，惩举他，却苦于没有证据。您跟我们回到林州去当人证吧，去把他的恶行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收拾他。2位施主，认错人了。老尼久居庵中，对2位所说之事，全然不知。师太，就这么算了吗？
那倒不会。这陆玄师太决然回去，定是因为不相信我们。毕竟我这齐三公子，可是跟害死他儿子的柯世昭是一家的呢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先取得陆玄师太的信任吧，再想办法把他带回林州。我们就不依不饶，缠到他答应。那叫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找师太去。哎，这位小师傅，阿弥陀佛。你可见到陆玄师太了？去后山了。多谢。师太，我们是齐家夫妇。二位施主，请回吧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位。师太，我知道您还是不肯信任我们，我们也深深为您和您儿子的事感到痛心。但寂静堂告诉我们，您儿子走后，柯世昭便搬到了季家药铺。阿弥陀佛，作孽呀！老尼每日会为你所说的那位苦主诵经超度，愿他来世多生个好人家。官爷，我一直跟随着那对小夫妇，然后他们到耳报神那儿打探到那瞎眼老太的消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老尼姑就是当年的瞎眼老太。耳报神的消息不可能有错的。哼，柯少爷寻了她很久，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。咱们还真是得感谢他们俩，帮了咱们大忙。按照柯少爷的吩咐，杀了灭口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送你去跟你儿子团聚的。姑奶奶先把你送下去。给我上！师太，您没事吧？官爷，你没事吧？让兄弟们把下山的路给我围了，继续给我追。奶奶，哎呀，
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脸色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不少。好啊！奶奶，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，空气沁人心脾。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看看冰燕。瘦了不少。哎呦，我都心疼你了。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来人呐，把血燕端上来！快坐，别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坐，都坐下。我说天磊啊，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。外祖母您瞧瞧，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。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有点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，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，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。弟妹啊，你不妨说说，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，让我们大家伙也都乐呵乐呵。这好玩的地方呀，在哪儿？那是一个都没去。日日待在房中？也不是。奶奶，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。小喜。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。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。奶奶，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，也是受了高人指点。哦，什么高人？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、德高望重的师太。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，机缘巧合碰见的。谈吐间，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。之后，师父为我治病时，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，让我潜心参悟。没成想，我的病竟好了大半。善缘，这就是善缘。这位师太云游四方，讲经论佛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但师父写信跟我说，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。我心一想，奶奶一心向佛，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，为大家讲讲佛经，对咱们祈福而言，简直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便拜托师父，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。奶奶意下如何？当然好啊！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，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，保佑你们。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奶奶说的是。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父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、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那未必。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统分。三少爷7筹，老太君5筹，香剩1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
仇。双重，算4仇。相近，老太君胜。看见没有？这叫力挽狂澜。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。她呀是我的小福星，身上还有几分英气，我喜欢。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你应得的，小子，没你的份儿了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好像是挺漂亮的。高手势力满城共聚欢喜，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。哎呦，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不高兴了？输不起，输不起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输了就输了嘛。少爷，这等的谁呀？这么大的款，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！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，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。神兵还一臂之力？把嘴闭上，少说点。是。外祖母，苏州余下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。我呀，见她拿了好些礼物，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，把行李放下，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。好，好，小巧啊，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。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。老太君，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。小巧进府晚，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，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。快去吧。来者是谁啊？表弟妹啊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，那可是名门闺秀。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，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。说起来，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，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？可不是嘛，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，未出阁前，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家请了教书先生，他便入住到我府上。我们同吃同住，同跟着先生学书画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。我们呐，不是姐妹，胜似姐妹。后来啊，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。所以说，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。外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秀波妹妹马上就到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前来请安。好，叫她进来。请。老太君，秀波给您请安了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，来了就好。打小你父母死得早，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，现在她也走了，我知道你很伤心。祖母过世
留下秀波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无依无靠。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，常常梦到祖母，整夜以泪洗面。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祖母走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齐府啊，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。以后会有人疼你，有人宠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你看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。秀波妹妹，一路来辛苦了。见到天磊哥哥，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。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，想着3年孝期满了，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。对了，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与老太君相会，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。大和尚曾言，天磊哥哥麒麟之才，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，没成想却误了工期。后来祖母过世，秀波留在苏州，3年孝期，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。祖母疼爱秀波，给我也做了一只。小姐，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。天磊哥哥，你可喜欢？我说天磊啊，你瞧瞧，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，你就快收了吧。哎呀，喜欢喜欢，多谢妹妹。多谢妹妹美意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嫂嫂。这个物件呢，本也就是护身符，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，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。我就替小侄子先收下了。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，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。你嫂嫂长你几岁呢？嫂嫂好，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，今日见了，当真是国色美人。看着嫂嫂这样娇俏，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。多谢妹妹夸赞，妹妹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别站着说了，坐下，都坐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外祖母呀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。在守孝3年期间，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，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。我在江州做生意，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，我呀这才有所耳闻。秀波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，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，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。商场如战场，你这个小丫头呀，竟有这种本事。哎，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，太辛苦了。
日后啊，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。秀波，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？秀波还未定亲。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，疼爱秀波，护着秀波。只可惜自己命苦，一直没有寻到良配。不急不急，我们的秀波呀，如此的蕙质兰心，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。多谢老太君。对了，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，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，好不容易才寻来的，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。哦，老太君，咱们去内间吧。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。好，那咱们就去内间吧。湘云，备糕点。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，是他的封山之作，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。这世间一共就3套，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，她常言，要说这点茶茶道，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。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，并为您点茶奉茶。秀波献丑了，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，还望您指点一二呢。点茶。温盏，挑高，手法行云流水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。请老太君品鉴茶香。柯表哥，这茶道精湛，茶香沁人心脾。这沏茶的水，可是露水？正是，老太君睿智。曾听祖母说起，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，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，在一起沏茶雅极。秀波也效仿此法，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，聊表对祖母的哀思，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。你这孩子呀，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。好孩子。天磊哥哥，嫂嫂，请用茶。记得小时候，哥哥的嘴最刁了，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。天磊哥哥尝尝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好，尝尝。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。多谢嫂嫂夸奖，若是喜欢，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。秀波啊，
你呀，就在我这儿住下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多谢老太君，秀波就算是回家了。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那间屋子呀，还给你留着呢。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，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，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。这住回园子里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，这有什么呀？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，想和嫂嫂多亲近些。要是嫂嫂不高兴，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，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。啊，没关系，秀波妹妹高兴的话，住便是了。多谢嫂嫂。讲讲吧，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？异常？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，他待着不出来。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。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了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。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，她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。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，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。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，没什么异常。药铺啊，走吧。药，庆润堂，就这家铺子。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。这白天关门，不做生意了？你去敲门，就说你买药。啊？不，这不合适。什么呀？耽误了大事，弄死你！哎，给脸不要脸！掌柜的，开门呐！掌柜的，我来买药啊！掌柜的，小店今日有事，不做生意，您去别家买吧。哎呦喂，那就来不及了呀，掌柜的。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。掌柜的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您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。掌柜的，哎呦喂，你赶紧给。大哥，您别着急，您需要什么药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，还神志不清，这吃什么药啊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原来如此，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，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。早在江州之时，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，才突然去了江州。哦，是的。哼，想害我柯世昭，没这么简单。王胡子，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。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
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，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。此药能够渗透肌肤，即便没有服下，只要沾上一点儿，那也可深入骨髓。是少爷，小的一定办到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，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。还不快去！哎，是。师太，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于众，让那欺负的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丑恶嘴脸。七三少爷吩咐过，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无从招架。七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为我儿子伸冤。哎，我已备好马车，咱们还是小心些好。来。奶奶，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柯世昭看起来成竹在胸，有恃无恐。是啊，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阿弥陀佛，敢问尼师法号？贫尼法号陆玄，路经贵宝地，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，一心向善，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，特来拜会。善哉善哉，太好了！愿和师太深参佛法一二。师太，请。小巧，上茶。是。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，今日啊，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。奶奶，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，听听师太评这红尘中的禅意。小施主言语红尘，我们这些出家人呐，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？老尼在出家之前，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。什么血海深仇啊？师太，您请讲。当年我出家之前，曾有一子，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以乞讨为生。虽过得艰辛，却也是母慈子孝。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，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。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
官爷，这暗中上上下下都找遍了，那3个人不见了。不见了？难道他们插着翅膀飞走了吗？这样，你赶紧下山。那个男的受伤了，走不远。我断定他还在城内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找。等等，你现在先给柯少爷去送信，告诉他，那个瞎眼的老太已经跑了。如果咱们追不上的话，让他提前在林州城内做好安排。一旦他们进入林州地界，我们便可守株待兔，方能拿下。是，走。撤！刘医师，来。哎，娘子，你看是不是打胜仗了？真的？走，进去瞧瞧。哎，女子不能擅自进入，等一下评位。哦，我这也没看见什么女子不让擅入的牌子呀。评位，哎，舅妈，舅妈，舅妈！哎呀，大晚上，哎呀，想死你了，舅妈！我多少年没见你了，你又长高了。舅妈，哎。你舅舅骗我说，这有什么女子不让擅入的牌子啊？哦，之前是有来着，但昨天给撤了。你来的真是时候，舅妈。这么巧？评委，哎，打胜仗了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走，一起瞧瞧去。走走。这就是中军大帐。大哥，将军出来了。慢点啊。大哥。将军，刘先生，将军，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夫人。干娘在上，请受冰宴一拜。哎，这可不行，杜姑娘太客气了。我们里边坐吧。好，走，来来来来。这几日战事还顺利？顺利。哇，这就是将军大帐啊，好气魄呀！当然了，舅妈，我们这可气派了。干爹，干娘，请受冰宴一拜。哎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更何况师父还在抢匪刀下救过我一命。也请受子仁一拜。哎呀，将军，你们这样不是折煞我们两口子吗？快快请起。我中毒箭，生命危在旦夕，救我一命，便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更何况，我还是他干女婿呢。懂了懂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出去一趟可以呀，什么师傅啊、干爹呀，连月老的活儿你都一块干了。干爹从灵州来，不知道玉湖妹妹在齐府的近况如何？说来也是缘分，这齐家的3公子与玉湖姑娘性格相合，意趣相投。
只不过，这齐府之上有一恶人作祟多年。玉湖姑娘嫉恶如仇，勇敢大胆，而且还有一身好功夫。她错嫁到齐府之后，正好助了齐家三公子一臂之力，两人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。真是没想到，玉湖妹妹与这齐三公子竟有这种缘分呢。你们这就叫歪打正着。来，祝贺你们，来干一杯！祝贺你们！将军，既然前线已经大获全胜，林州那边他们二人还与恶人相缠，我想尽快处理完军中的事务，赶回林州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舅舅舅妈，你们真是悬壶济世，行侠仗义，有点那个侠者风范啊！什么侠不侠的，我们俩就是爱管闲事罢了。正好，今晚我在军营设宴，一来为军队大捷，二来也为二老接风。来，干！干！这边，军医，快来这里！哎，来了！来，这样，用双手用力摁住。李军医，你去那边。快点，来这边。程军医，那边几个伤员伤口都已经发炎了，你赶紧看看。好。赶紧用这些纱布把他们的伤口处理一下。干娘，药粉快磨好了吗？啊，马上就好。公主，今天的第一位是文状元，吏部侍郎，文采非凡呐。这第二个是武状元，叫刘大力，体魄强健，力大无比呀。还有这第三位，吴大学士，山西太原人。这些我通通不喜欢，都拿走。哎呦，公主，这都是第3回了。皇后说，再挑不出好的就怎么着？一，我不招考；二，我又不买牛；三，我不喜欢吃醋。这些一看就惹人烦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！你还说，你气死我了！都先下去吧。公主，您消消气儿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儿臣拜见母后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快起来！谢母后。母后，那些画像里的男人，我一个都不想嫁。女儿就想留在母后身边，一直伺候您一辈子。净说胡话！这女大当婚，哪有不嫁的道理？我听说，你这是挑了一个又一个，挑了20多个，是不是眼挑花了？母后，女儿为了您也愿意嫁，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些装模作样、做梦都想当驸马的男人，非得是我自己看得上，我才愿意嫁。这选驸马可是件大事，为母看准了就行。不行，那可是女儿一辈子的幸福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女儿只好逃婚了。你喜报！喜报！喜报！皇后娘娘，喜报！袁大将军与番邦4战4捷，皇上龙心大悦，请皇后娘娘去养心殿共饮。这个袁不屈还真有一番作为，若他成为驸马，定能配上我儿。试试。
就一个。我教你。报！将军，传旨公公到了。知道了，这就回去。是。去就回。再不说话，我真要憋死了！这皇帝真是个糊涂蛋啊！我大哥带着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，好不容易打了胜仗，本以为我大哥可以跟我嫂子过2天安生日子，他过来捣什么乱啊？招我大哥去做女婿，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，这不是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？我这……评委，你这嘀嘀咕咕的在这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可听见了，什么圣旨，什么为妾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事都没有。快说！我大哥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我是别人吗？我是你舅妈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，我比你舅舅的嘴严。哎呀，快说呀！都急死我了。呀，舅妈，我大哥和嫂子现在已经是2口子了，对吧？啊。皇帝颁了个圣旨，招我大哥为驸马，要把公主嫁给他，这不瞎扯吗？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，这不是棒打鸳鸯吗？就是啊，我嫂子苦尽甘来，好不容易熬到跟我大哥可以结为夫妻了，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，你颁到圣旨。那袁将军有什么法子吗？这圣旨都压在他脑袋上了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呀，这事可不好办。评委，你说咱家谁最聪明？你可拉倒吧！你舅舅最聪明啊，咱们得把这事告诉你舅舅，让你舅舅想办法。走。哎，舅妈，不是，不能再让下一个人知道了。我都答应我大哥了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。小傻子呢，要不说你，该漏的风就得漏。走。哎，你走不走？快走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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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官爷，兄弟们把城里都翻了个遍，还是没个人影。没用的东西，让人家扮成稻叶乡的仗了眼出了城，现在却连3个大活人都找不见。难道他们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怕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江州城。你赶紧带上所有兄弟，去往各个城门，往林州方向，给我追！是，走，走。军爷，军爷辛苦了。军爷，您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先告辞了。到地告辞了。走走走。啊，好嘞，辛苦了。既然咱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
他们定然会在城门口设下埋伏，继续追杀师太的。二位小施主，你们莫管老尼了，快走吧。师太，您别这么想，我们夫妻二人定然护您周全。你们几个看那边，你陪我问去啊！来，干啥呢？你过来。没想到他们动作那么快，这可怎么办？瘦瘦的，没见过。小野香出去的，行吗？真的没有。有了，你又有办法了？等着瞧吧。切，让开！快问，给我问，有没有看到尼姑啊？没有。哎，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一对非本地的年轻夫妇？瞧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和公子的模样，但是穿着尼姑和夜香郎的衣裳，还带着一个瞎眼老尼。没有，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没有。哎，发现了，这边有一个，快追啊！算起来，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。估计啊，嘴都给气歪了。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，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，千里马也追不上。等回了林州，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，再回别院。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。嗯。你们回来了，那是当然。此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也一切安好。什么安好啊？你的手……这点伤算不得什么，休养几日便会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。敬堂兄弟，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，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。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大意。好，还有一件事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要上车了。少爷，江州来的信。废物！还得本少爷亲自出马。王胡子，少爷您吩咐，去查一查，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去江州这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，遇到些什么人，有什么异常。他们能够一路顺利到达江州，必定是有人接应，务必查到此人是谁。啊，是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以为带着瞎眼老太离开江州，我就奈何不了了吗？那本少爷我就布好天罗地网，等着你们。
是。客官，这就是天子1号简了。哎，多谢小哥。谁呀？啊，师太，是齐公子让我来接您的。师太，齐公子已经安排好了，马车就在楼下，带我们从这郊区回到灵州城。您先暂住我家的药馆，那里很安全。好，我们快走吧。来。袁将军抗旨不遵，可是杀头的大罪过，还会连坐家门，被诛灭9族的。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，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。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？子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出来透透气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儿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走。子任，我来。子任，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？那皇上的圣旨到底说了什么呀？说我玉帝有功，所以敕封我为定北侯。那这不是大喜事吗？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冰燕，位尊权大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有时候权威越大，反而会被权威所累。原来你是在想这个啊。其实呢，你这个定北侯，只要一心为民，忠心报国，就不会被权威所累。你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来，恭喜将军，荣升定北侯。宦海沉浮，吉凶难料啊。平日里你倒是个豁达之人，怎么今日这么多愁善感了？冰燕，自小我就是个福薄缘浅之人，我怕享了过多的福之后，会蒙受不断的灾害。加宽禁绝，
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啊！怎么了？那皇上的圣旨上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没有。虽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都誓死不相离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，相伴百年。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。子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冰叶，我现在有点累了，我还先去休息一会儿。那我扶你回去休息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评威，嫂子，我还得去巡逻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站住！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。啊？他跟你说了？嗯。他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，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。嫂子。去！你竟敢抗旨不遵，无视圣上，无视公主！我今日就送你二人一同去见阎王爷！呀！圣旨上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冤不至此生，难道注定要孤独终老吗？前两位夫人不幸离世，我好不容易在边城与你结为连理，却又降下这等无端的灾祸。不行，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更不会让你委身成亲。子然，你不必辞官回乡，
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。功名利禄什么的，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也不会为了定北侯这种虚名委屈了你。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，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。你要把我送回扬州。送回扬州？你是有什么计策吗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只是我计策中的一环。此事只能你知我知，还有干爹干娘知。这是何意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这是第一步棋。要干爹干娘暂不回林州，这是第二步棋。至于这第三步棋嘛，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你自己的啦。不是，你仔细跟我说说。那你呀，就好好听着。子然，好事多磨，我们且再磨上一磨。真是辛苦你奔波了。我又不是去天涯海角，你我二人只是暂别。我愿不去今生有福，能娶到你这样一位蕙质兰心、有起死回生妙计的。能不能柳暗花明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凡事你多跟干爹商量。好，你放心。那我走了。我走了。好。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，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，诬陷那家药铺，说是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人命。一时间，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。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，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？奶奶，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，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？陆玄师傅，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
师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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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太中毒了。是你沏的茶，你想害师太。三少奶奶冤枉啊！这茶是老太君的，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，大家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只有她中毒了？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？罢了罢了，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喝了便是。瞧瞧，我也没中毒啊。天雷啊，这茶有没有毒，谁也说不准。或许是在别处中的，只是来到齐府，突然发作了而已。不对呀，外祖母，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，想嫁祸给我们齐家，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！有这种可能，生意场上尔虞我诈。哎呀，不提这个了，师太要紧，快请郎中，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，快！老太君，我也去吧。去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1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，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当端坐。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奸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先生，就不能再试试吗？姑娘，师太都已经断气了，这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！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哎呀，死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了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发生什么了？师太七窍流血，死了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，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，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！小巧，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。啊不，三少爷，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，我先退下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。小乔，如何了？确定断气了，这下你别放心了。你确定吗？我这双手亲自弹的，那老尼姑七窍流血，可吓人了，确实断气了。小乔，没事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老太君，喝点茶吧。师太的后事如何了？回老太君，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，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，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，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，之后就入土安葬了。老太君，您便放心吧。唉，话虽这么说，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，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？小乔啊，你去忙吧。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。是。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，当真是十分难缠呀。前几日，关师傅传来消息，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，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。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，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。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。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。哎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看似心直口快，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，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，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。没想到啊，一个冲喜，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。你想怎么做？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2个关系如何？那还用说吗？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蜜里调油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。这天下的夫妻，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？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？没错。可人家新婚燕尔，感情好着呢。我知道一人，若是此人来到齐府，定可成事。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，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，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。是谁呀？
柯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于府小姐请来了，快请。秀波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柯公子，秀波妹妹客气了。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，你日日跟着天磊，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。怎么，这些年过去了，倒生分了不少。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，唤我一声柯表哥吧。柯表哥。这一晃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。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，路过于府，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，应当是可以会客了，就特意来问了问。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一晃，祖母已经过世3年。如今这世上，就只剩下秀波，无依无靠一个人了。妹妹，来，快请坐。坐。妹妹不必伤怀，你这么伤怀，让我这个故人看着，都开始心疼了。秀波妹妹，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，可外祖母还在啊。我们老太君与你的祖母是世交，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。还记得那时候，你经常去我们齐府玩。这3年你守孝在家，老太君也吩咐过，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全部都要打扫干净，以备你守孝结束之后，可以来林州小住。只要妹妹愿意，住多久都可以。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，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，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？妹妹这般贤淑有德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呀，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。可惜，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，若是不然，你们2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！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，我正在为祖母守孝，无法为他冲喜，就此错过了。妹妹，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，只要妹妹仔细寻找，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。柯少爷，我是秀波的奶娘，容我多一句嘴，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，可是在秀波心中，远不及齐3公子一人。奶娘，秀波妹妹，你竟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啊？柯表哥，不知那位3少奶奶是何人？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，但是论家世背景、身材相貌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。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，委实可惜了。这名女子脾气秉性，着实执拗，可惜了我们天磊身子孱弱，还要去迁就她。怎么，她待天磊哥哥不好吗？她当然不及你们2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。她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，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。可怜我的天磊哥哥，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，随时前往齐府，我愿永远守护着他。妹妹，你当真有如此心思？是秀波一时失言了，柯表哥不要介意。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，无处诉说。罢了罢了，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，表哥听着也是心疼。不如，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。柯表哥，你不要乱说，秀波不懂你的意思。妹妹七窍玲珑心，自然懂我的意思。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，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
再续前缘。秀波不图别的，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，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，守在他身边，秀波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灵州的。